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数位讯号处理器。在这个 part， 我们将继续介绍我们的中段。那这边首先要介绍我们的中段层级。那在一般的微控器跟 CPU DSP 里面，我们中段层级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我们知道 CPU 中段，就是我们常见到的，我们可以去中断 CPU 来做我们的中段副程式。在这一颗微控器里面，它有14个 CPU 中段 ，INT 1到 INT 14，然后其中12个 CPU 中段，它会连接到周边中段扩充，我们简称 PIE， Peripheral Interrupt Expansion， 其他两个就没有。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硬体它旁边可能接有很多的周边，那这些周边可能会产生许多的中段。那这些中段，如果我们只用12个 CPU 中段来连接、来服务这些中段，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边就设计一个叫做周边中段扩充这样的硬体，来扩充可用的 CPU， 周边中段数量。所以如果我们有12个 CPU 中段连接到 PIE 上，那每个 CPU 中段就可以扩充成8个周边中段，也就是说，我们总共有怎么样？12乘上8个，96个中段来源可以使用，可以产生扩充的效果。好，然后这个 PIE 跟整个系统关系，就像这边有看到。好，我想我们直接来看 PIE， 它基本上主要是考量所有周边皆可产生中段，所以 CPU 无法提供许多的中段硬体输入，于是周边中段扩充是可以用来仲裁这些周边中段，决定到底谁的中段可以送到 CPU。好，那周边中段示意，感觉好像说我们周边有很多的硬体，那这些硬体都会发出一些中断信号，那透过 PIE 之后，它就会仲裁到底谁的中段是可以被送到 CPU 去，然后送到 CPU 之后，就可以执行那个中段的副程式，来达到我们所要诉求的目的。好，那首先来看，在这个 PIE 里面，那这边我们来看这个图。首先我们来看，一开始是当然我们讲的周边嘛，我们简称周边层，也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硬体所发出来的中断信号，好，我们简称周边层。然后这个周边层的话，它基本上我们把8个周边中段会群组成一个 CPU 中断元，也就是说我们 CPU 有12个中段，但是每一个 CPU 中段它可以扩充成8个周边中段。反过来说，8个周边中段对应一个 CPU 中段，来提出我们的中断需求。所以这边看到我们 INT X.1.2.3.4，X 是代表说我们讲的12个中段 CPU 中段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 X 可以是从1到12，然后后面是点1、点2、点3、点4，一定是怎么样？从点1到点8，因为每一个 CPU 中段可以扩充成8个周边中段，然后这些周边中断元包含很多，可以看到这边包含了一些从外面来的 SPI、SCI 或是 PWM， 还有其他的 timer 这些东西，或是外部都可以当做周边中断元。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INT X.Y，S 这边指12个 CPU 中段的哪一个，那 Y 代表说8个可扩充周边中段的哪一个？所以周边中段扩充是用来仲裁这些周边中段，决定到底谁可以谁可以送到 CPU 去。所以这个中段向量表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总共96个嘛，所以每一列就是代表 INT 1、INT 2，列代表 CPU 中段的数量，所以它是从 INT 1到 INT 12，那行呢是从点1、点2到点8嘛，所以总共这个表会有96个。那可以透过这个表可以知道，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第一列，好，第一列代表说它是 INT 1嘛，代表说第一个 CPU 所服务的这些周边中断，所以 INT 1.1就是 ADC INT 1嘛，好，那 INT 1.2就是 ADC IN 2嘛，然后这个 ADC 代表类比转数位，好的这样的硬体，好，所以等于说我们要用类比转数位这个中断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这一个 INT， 好，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查表知道说，到底我们的周边是对应到哪一个 INT S.Y， 好，这是其他的，好，那这是这个表的设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PIE 层，那先前讲到周边层，那接下来 PIE 层是指这一块，那这边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起标，一个是智能，好，这整个叫 PIE 层。那首先我们的 PIE 中段起标暂存器就是这边看到这一块，它是一个起标暂存器，好，等于说你发生中断之后，它会怎么样？有个 latch 会把那个产生中断那个 bit 锁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个智能暂存器，这也是个开关。等到说你把这开关关上了，代表你智能它，这中断才能送到下一级去。好，最后会怎么样？当你已经准备送给 CPU 的时候，这边我们必须怎么样？保持我们这个 PIE ACK 好 ，PIE ACK 这边为0，因为为0之后，透过这个 AND gate 它才会把这个中断送给 CPU。好，因为当 PIE ACK 为0的时候，代表 CPU 已经准备好接收 PIE 来的中断，好，所以 PIE 才有办法把中断送出去。好，那 CPU 层是指上面这一块，好，刚才下面是 PIE 层嘛，已经把中断送出来了，接下来已经送到 CPU 这边，所以这边会有 INT 1到 INT 12，然后分别会有中断起标暂存器以及中断智能暂存器，好，这跟刚才 PIE 也是一样，必须把设成智能，好，这通道才会通，才会送到 CPU 去。好，最后这边我们看到是全域中断遮罩位元，也就是我们讲 INTM。那这边是一个最后的把关的一个位元，也就是说，这一个位元，如果你把它设成0的时候，中断才有办法送到 CPU 去；如果你把它设成1的时候，你前面怎么设定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边这条路是关起来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中断路径的流程图，这边分成几个步骤，9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设定我们包含于 PIE 中的中断源的任何周边中断，它其中每个周边中断都有那些模组都必须智能它，才能使得那个周边发出中断。当周边发出中断之后，我们 PIE 会识别出到底是 INT_S.Y 是哪一个 S 哪一个 Y， 于是 PIE 的中断起标位元会被latch 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一旦被 latch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断 PIE 层里面知道它的 PIE IFR 这个起标 S.Y 是等于1。好，当它这个起标被设定之后，我们必须去设定 PIE 层的智能好的位元。所以当这两个情况发生之后，中断才有办法送到 CPU 层去。主要是 A 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PIE IER 这个智能位元必须设成1，好，这中断才有办法往后送。同时 PIE ACK 这个 bit 必须被清成0才能送。好，一旦清成0，我们看到说这边第4步骤，当这个中断信号被从 PIE 层传出去之后，它硬体会怎么样？自动把这个PIE ACK 清除成0。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CPU 中断起标。当你送到 CPU 层之后，一样它会把这个中断讯号latch 出去，然后在这个暂存器上面会显示1。那所以我们同时必须要智能我们的 CPU 中断层的暂存器设定成1，它才有办法往后传。最后把 INTM 这个中断这个 mask 把它设成0，清成0，中断才可以送到 CPU 去。所以这些动作我们到时候会在程式中看到，我们会不断的做这些动作，以确保我们中断会不会发生。好，最后当 CPU 收到中断的时候，它会清除这些
智能位元，还有 INTM 会设成1，好，然后进行中断服务。最后我们会根据这个 PIE 的 IER 跟 PIE 的 IFR 去解码出中断向量的位置。好，所以不同 CPU 的中断层会有中断源会有不同优先顺序。好，那这些优先顺序我们就可以去设定。好，然后这个优先顺序的话，基本上如果在同一个 group 里面，通常是点1是最高的，好，点8是最低的。这个表就可以看到，这边代表说我们有12个 CPU 中断嘛，那这边告诉你说这一个 CPU 中断，例如说第一个 CPU 中断，好，因为它是 INT 1嘛，所以第一个 CPU 中断它的 priority 是几？是5。好，所以从这个 CPU priority 可以看说，这一个 CPU 中断是它的优先顺序是排第5位，然后它每个里面 PIE 的这 group 里面有8个嘛，然后在 PIE 里面 group 里面它的中断通常是点1是最高的。好，这是它的12个周边，它这个8个里面好优先顺序。各位同学，在这一个 part 里面，我们介绍了 PIE 中断层，然后这中断层是在我们中断控制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硬体它可能有许多的周边中断要发出，但是 CPU 却只有14个好中断可以服务，于是他就把其中的12个中间经过一个 PIE 这样的硬体，就可以扩充成它可以接96个周边中断源，然后透过 PIE 它可以来仲裁到底哪一个周边中断源可以送到我们的 CPU 去。透过这样的设定，周边中断才有办法顺利的达到 CPU 去，来呼叫它所需要的中断副程式。